有这么一封举报信，写信的人和被举报的人曾经是同班同学，睡过同一间宿舍，听过同一个老师讲课。但这封信送出去之后，一个人死在了监狱里，另一个人爬上了帝国的权力巅峰。你以为这就结束了吗？没有。多年以后，写信的那个人也被砍成了2截，全家3族灭得干干净净。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一个特别简单也特别残忍的道理：你对别人做过的事，这个世界迟早会还给你，而且加倍奉还。欢迎来到壁话太多，在你准备放松之前，先点个赞，点下订阅吧。更需要你点击热推，送出 Hype 积分。壁话太多需要你的支持和蓄能。好，让我们一起沉入今晚的故事。公元前大约270年前后，在楚国一个叫兰陵的地方，有一所非常特别的学堂。说它特别，是因为教书的先生不是普通人，而是当时整个天下最有名的思想家之一荀子。荀子这个人很有意思，他是儒家的人，但他讲的东西跟孔子、孟子很不一样。孔子说人性本善，孟子也说人性本善，荀子偏偏站出来说不对，人性本恶。你们别光想着用道德感化人，得用制度、用规矩、用法来管人。这套想法在当时非常前卫，也非常得罪人，但偏偏吸引了一批最聪明的年轻脑袋，千里迢迢跑来听课。在这批学生里面，有2个人后来彻底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走向，一个叫韩非，一个叫李斯。韩非是韩国的贵族公子，正儿八经的王室血统，家里有钱有地位，从小读书识字，什么都不缺。李斯呢，是楚国上蔡的一个小吏，说好听点叫基层公务员，说难听点就是个看仓库的。2个人的起点天差地别，但起点的差距还不是最要命的，最要命的是天赋的差距。韩非这个人脑子太好用了，荀子讲什么他一听就懂，而且还能在老师的基础上翻出新的花样来。他看问题特别透，分析事情特别狠，下笔写文章的时候更是锋利的像一把刀。同样一堂课，别人记笔记都跟不上，韩非已经在心里把整套理论拆开重组了一遍。李斯坐在旁边看着，心里是什么滋味？佩服当然是佩服的，但佩服到了一定程度，就会变成另外一种东西，那种东西叫嫉妒。嫉妒是一种很安静的情绪，它不会像愤怒一样立刻爆发，它就像一颗种子，悄悄地落在土里，没有声音，没有动静。你甚至感觉不到它在生长，但它的根会慢慢往下扎，越扎越深，直到有一天，它长成一棵足以遮天蔽日的大树。在荀子的课堂上，李斯第一次意识到，这个口吃的韩国贵公子是他这辈子可能永远也追不上的人。这种感觉很痛苦，但李斯没有表现出来。他笑着跟韩非讨论学问，一起吃饭，一起散步。他把那颗种子埋得很深很深，深到连他自己都快忘了它的存在。但种子不会忘记自己要发芽这件事。许多年以后，当李斯站在秦国丞相的位置上，亲手把一杯毒酒送进韩非的牢房时，这颗种子终于长成了他最终的样子。而那一切的开始，不过是兰陵学堂里一个安静的下午，一个穷小子坐在天才旁边，默默地低下了头。这个韩非呢，有一个特别致命的缺陷，他口吃，不是那种偶尔紧张卡一下的小毛病，而是真正意义上的说不利索。每次他想表达一个观点，句子在嘴里转了好几圈才能磕磕绊绊的出来，有时候一个字要重复3、4遍。一个脑子里装着整套治国方略的人，站在别人面前，连一句完整的话都说不流畅，这在那个时代是非常吃亏的事情。在这个战国时期啊，最吃香的职业之一，那就是说客，
靠着一张嘴吃饭。对，说客不是播客，不用查了。以前这个字念说，叫说客，现在改了，统一叫说客。苏秦、张仪之所以能封侯拜相，全凭3寸不烂之舌，而韩非的舌头偏偏是烂的。但老天爷关上一扇门的时候，确实给他开了一扇巨大的窗。韩非说不好话，可他写的一手惊天动地的好文章。他的文字有一种很奇特的力量，逻辑极其严密，用词极其精准，每一句话都像齿轮一样咬合在一起，你找不到任何漏洞。他写起文章来就像换了一个人，嘴上那个结巴的青年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冷静到近乎冷酷的思想家。荀子是最早发现这一点的人。他看韩非的文章，有时候会沉默很久，然后说一句：“这孩子将来不得了。”李斯也在看，他不光看韩非的文章，他还在看韩非这个人。他发现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韩非虽然才华惊人，但他身上有一种天生的孤傲。这种孤傲不是装出来的，而是他真的不太在意别人怎么看他。他不社交，不经营人脉，不讨好谁，他活在自己的思想世界里，觉得只要道理对了，天下人早晚会懂。李斯看着这样的韩非，心里慢慢生出一个念头：这个人有致命的弱点，他太相信道理的力量了，他不懂得人心的力量。李斯自己是完全相反的，他的天赋在学术上远远比不过韩非，但他有一种韩非永远不会有的东西，就是对人心的敏感。他特别会察言观色，特别懂得什么时候该说什么话，什么场合该给什么表情。荀子讲课的时候，韩非皱着眉头在思考理论对不对，李斯却在观察荀子今天心情好不好，讲到哪个话题眼睛会亮起来。这两种能力在学堂里看不出高下，但是一旦进入真实的权力世界，差距就会像峡谷一样裂开。在兰陵求学的那几年，两个人的关系其实不算差，他们讨论学问，彼此还算客气。韩非大概从来没有把李斯当成对手，因为在他眼里，学问才是唯一的赛道，而在那条赛道上，李斯根本不构成威胁。可李斯不这么想。李斯很清楚，学堂里的排名没有任何意义，真正的排名在学堂外面，在那个弱肉强食的乱世里面。他不需要比韩非写得好，他只需要比韩非活得好。这段时间里，李斯做了一个决定，他要离开，去一个能让他施展拳脚的地方。他选了秦国。为什么是秦国？因为秦国最强，而且秦国用人不看出身，只看能力。韩非呢，他的命运从一开始就被绑死了。他是韩国王室的人，他没有选择，他只能回韩国，去面对一个衰败到骨头里的国家和一个什么都听不进去的国王。两个同学从此走上了完全不同的路，一个向西，走向帝国的心脏；一个向东，走回故国的废墟。命运的分叉就是这么安静的发生的，没有吵架，没有翻脸，没有任何戏剧性的告别。他们可能只是在某一天各自收拾了行李，朝相反的方向走出了学堂的大门，谁也没回头看一眼。李斯离开兰陵之前，发生过一件小事。这件事很小，小到大部分史书只用了几句话来记载，但它几乎定义了李斯这个人的一生。他当时还在楚国上菜做小吏，有一天上厕所，看见厕所里有几只老鼠，那几只老鼠又瘦又脏，吃的是污秽的东西，而且每次有人走近，他们就吓得四处逃窜，活得战战兢兢。过了没多久，他因为工作的关系去了一趟官府的粮仓，又看见了另一波老鼠。这群老鼠完全不一样，一只只吃得肥肥胖胖，住在堆成山的粮食里面，不怕人，不慌张，日子过得悠哉悠哉。
李斯站在粮仓门口，盯着那群老鼠看了很久，然后他说了一句后来被记入史册的话：人之咸不消，譬如鼠蚁，在所自处耳。翻译成大白话就是，一个人能力的高低与成败，就像老鼠一样，完全取决于其所处的环境与定位，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选择决定位置。这句话听起来很朴素，但如果你仔细品，会发现它背后藏着一种非常冰冷的人生观。李斯看透了一件事，在这个世界上，位置比能力重要，平台比才华重要。你是天才也好，庸才也好，如果待在错误的地方，那就属于是厕所里的那一波老鼠。这个道理放在今天好像也没什么毛病。你在一个小公司做到顶，可能还不如大公司里一个普通员工过得体面。但李斯把这个道理推到了极致，他的人生从此只剩下一个目标，找到最大的粮仓，钻进去，永远不出来。他不在乎这个粮仓属于谁，不在乎粮仓里有什么规矩，甚至不在乎自己要付出什么代价，他只在乎一件事儿，那个仓够不够大。想清楚之后，李斯做了2件事。第一件，去跟荀子告别。他跟老师说，我不能再待在这里了。一个人最大的耻辱就是卑贱，最大的悲哀就是穷困。我不想一辈子窝在这种地方被人看不起，我要去找一个能让我出头的舞台。荀子听完没有多说什么，他大概已经看出来了，这个学生学到的东西跟自己教的不太一样。荀子教的是怎么治理天下，李斯学到的是怎么抓住天下。这2件事听起来差不多，本质上完全不同。第2件事，选方向。当时天下7个国家，该去哪一个？齐国文化昌盛，但木器太重；赵国有武力，但刚被长平之战打断了脊梁；魏国人才多，但国力早就不行了；楚国是自己的母国，但楚国的政治烂透了，贵族把什么都垄断了，选来选去只有秦国。秦国在商鞅变法之后，整个国家就像一台战争机器，效率极高，赏罚分明。最重要的是，他不看你是哪里人，不看你爹是谁，只看你能干什么。对于一个没有背景、没有家世，只有一颗野心的楚国穷小子来说，秦国就是那个粮仓。于是李斯收拾了简单的行李，一路向西，从兰陵到咸阳，路途遥远，翻山越岭，风餐露宿。他不知道自己到了秦国能不能被重用，不知道等待他的是平步青云，还是一辈子默默无闻。但他知道一件事，留在原地就是等死。那个粮仓里肥胖的老鼠的样子一直在他脑海里晃来晃去。是的，他想成为那样的老鼠。他确实也做到了，他后来成了整个秦帝国最肥最大的那只鼠。但他忘了一件事，粮仓再大也是有主人的，主人高兴的时候你吃粮食，主人不高兴的时候你就是粮食。李斯到了咸阳，发现事情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秦国确实是天下最强的国家，但最强的国家也意味着竞争最激烈。咸阳城里挤满了从各国跑来碰运气的人，有能说会道的纵横家，有精通兵法的军事人才，有会炼丹会算命的方士，什么人都有。你一个楚国来的小吏，没名气没背景，凭什么让人注意到你？李斯很快就想明白了，他不能直接去找秦王，他够不到那个级别。他需要一个跳板，一个离权力核心最近的跳板。当时秦国真正掌权的人不是秦王嬴政，因为嬴政那时候还是个10几岁的少年，还没亲政。真正说了算的是相国吕不韦。吕不韦这个人本身就是一个传奇，他原来是个商人，靠做了一笔惊天大买卖，把恣意扶上了秦王的位子，自己也从商人变成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相国。吕不韦有一个爱好，养门客。
他养了3000门客，什么样的人才都往家里招，一方面充门面，另一方面也确实需要各种脑袋帮他出主意。李斯瞄准了这个机会，想办法进了吕不韦的府邸，成了3000门客中的一个。在3000人里面，你怎么才能冒出头来呢？李斯的办法很聪明，他不争不抢，但他每次开口说话都说到点子上。吕不韦的门客里面有喜欢高谈阔论的，有喜欢拍马屁的，有整天琢磨怎么在同事面前表现的。李斯不干这些事，他安安静静的观察，搞清楚吕不韦最近在操心什么，然后在合适的时机恰到好处地递上一句有用的话，不多不少，刚刚好。吕不韦是商人出身，最懂得识人，他很快就注意到了这个不太说话但句句在理的楚国年轻人。吕不韦开始给李斯更多的机会，让他参与一些比较重要的事务。李斯也没有辜负这份信任，他做事干净利落，分析问题，条理分明。更关键的是，他特别知道分寸。在吕不韦面前，他永远表现得恰如其分，既不谄媚到让人反感，也不疏远到让人觉得不可控。这种分寸感是一种天赋，有些人一辈子都学不会，李斯天生就有。但李斯心里清楚得很，吕不韦只是跳板，不是终点。他在吕不韦府上的日子里，一直在关注一个人，就是那个还没亲政的少年秦王嬴政。李斯有一种直觉，这个年轻人不简单。嬴政虽然年纪小，但眼神里有一种东西，不是少年人常见的冲动和好奇，而是一种冷静到不正常的控制欲。李斯见过很多人的眼睛，他知道拥有这种眼神的人，迟早会把所有挡在面前的障碍全部清除干净，包括吕不韦。机会来得比预想中更快，嬴政慢慢长大了，他对吕不韦的不满也在一天天积累。这个年轻的国王不喜欢被任何人压在头上，哪怕那个人名义上是他的重父。朝堂上的空气开始微妙的变化，敏感的人已经闻到了风暴来临前的味道。李斯就是那种最敏感的人，他开始有意无意地让自己出现在嬴政能看到的地方，通过处理一些具体事务，让嬴政知道这个人有本事，而且可以为己所用。终于有一天，李斯得到了直接面见嬴政的机会。他跟嬴政说了什么？他说的不是空洞的大道理，而是嬴政最想听的话。他说：大王，现在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六国已经衰弱到了极点，如果您不趁现在一口气把他们全部吞掉，等他们缓过劲儿来联合起来，就再也没有机会了。这番话正中嬴政下怀。嬴政本来就有吞并天下的野心，他只是需要一个人把这个野心说出来，说的理直气壮，说的可行可操作。李斯就是那个说出来的人。从那一刻起，李斯在嬴政心里的位置就定下了，他不再是吕不韦的门客，他是秦王自己的人。这个转身完成的非常漂亮，漂亮到几乎没人注意到他是什么时候从吕不韦的船跳到嬴政的船上去的。这就是李斯最厉害的地方，他永远知道哪艘船在沉，哪艘船在起，而他永远站在那艘正在起的船上。李斯在咸阳一步步往上爬的时候，韩非在干什么呢？他在韩国过着一种极其痛苦的生活。这种痛苦不是物质上的，他是王室贵族，吃穿不愁。他的痛苦是精神上的，是那种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国家一天天烂下去，明明知道怎么救，却没有人愿意听你说话的痛苦。韩国是战国七雄里最弱的一个，说他是七雄之一，其实有点抬举他了。他更像是被夹在秦国、楚国、魏国中间的一块夹心饼干，谁都可以过来咬一口。国土不大，兵力不强，更要命的是国内的政治一塌糊涂。贵族们忙着争权夺利，
官员们忙着贪污腐败，国王呢是那种典型的什么都知道一点，但什么都不想管的人。整个国家就像一辆刹车坏了的马车，正在缓缓地向悬崖滑过去。车上的人还在为谁坐哪个位子吵得不可开交。韩非回到韩国之后，做了他认为自己应该做的事情。他给韩王上书，一次又一次的上书。他写得极其认真，每一篇都条理分明地分析韩国面临的危机，然后提出具体的改革方案。他说：大王，您必须整顿吏治，把那些光拿钱不干事的人清理掉。您必须加强法治，让规矩真正管用，而不是谁有关系谁就能逍遥法外。您必须重用真正有才能的人，而不是让那些只会溜须拍马的家伙占着位子。每一条建议都切中要害，每一个分析都无可辩驳。然后呢？然后什么也没发生。韩王看了他的上书，点了点头，说写得不错，然后把竹简往旁边一放，继续该干嘛干嘛。没有改革，没有变化，什么都没有。韩非又上书，韩王又点头，又放到一边，周而复始，像一个永远转不出去的循环。你能想象那种感觉吗？你把心掏出来写成文字递上去，对方看了一眼，觉得挺好，然后转头就忘了。这比直接骂你一顿还让人绝望，因为骂你至少说明他认真看了。韩非开始意识到一件事，韩王不是不懂他写的东西，而是不敢用。改革这种事情，那动的是既得利益者的蛋糕。韩国的贵族集团根深蒂固，你要整顿吏治就得得罪一大批人，你要推行法治就得打破一大堆潜规则。韩王没有那个魄力，他宁可让国家继续烂下去，也不愿意承担改革带来的风险和反弹。这是一种很常见的领导者心态。我知道这条路是对的，但我不敢走，因为走这条路比站在原地更危险，于是就一直站着，站到悬崖边上，站到掉下去为止。韩非写不下去了，不是才华枯竭了，是心寒了。一个人可以对抗困难，可以对抗敌人，但他很难对抗一种弥漫在整个体制里的冷漠和麻木。他把目光从韩王身上收回来，开始做另一件事，写书，不再是给韩王的上书，而是真正的著作。他把这些年的所有思考、所有愤怒、所有失望，全部倾注到笔下。他写孤愤，写的是一个忠臣的愤怒和孤独。他写五度，写的是国家里五种蛀虫怎样一点点把大厦掏空。他写说难，写的是给君主进言有多么难，说重了会惹祸，说轻了没人听。这篇文章后来简直成了他自己命运的预言。这些文章写完之后，韩非大概并没有想过他们会传到哪里去，他就是不吐不快，非写不可。但文字这个东西有自己的生命力，好的文章会自己长脚。韩非的著作开始在各国之间流传，抄来抄去，越传越广，传到了一个他绝对想不到的人手里。那个人坐在咸阳宫的王座上，正在用一种近乎饥渴的眼神读着他的每一个字。那个人就是嬴政。我们不知道是谁把韩非的文章带到秦国的，也不知道嬴政是在什么场景下第一次读到的，但我们知道他读完之后的反应，因为那个反应太强烈了，强烈到被史官一字不落地记了下来。嬴政读完韩非的文章，放下竹简，说了一句话：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这句话翻译过来就是，如果我能见到写这些文章的人，跟他交往交谈，就算死了也没有遗憾。你要知道，说这话的人是嬴政，不是一个文艺青年在读到偶像的作品后发的感慨，而是一个即将吞并天下的帝王，一个冷酷到骨子里的政治家。
在读完一个人的文章之后，说出了死不恨矣这4个字。这4个字的分量重到什么程度？嬴政这辈子杀过无数人，灭过6个国家，但史书里几乎找不到他对任何人表达过这种程度的倾慕。韩非的文字到底有多大的魔力，能让这样一个人说出这样的话？答案其实不复杂，韩非写的东西恰好是嬴政最需要的东西。嬴政想要的是一套理论，一套能帮他把整个天下牢牢抓在手里的理论。怎么驾驭臣子，怎么防止大臣结党，怎么让法令贯彻到帝国的每一个角落，怎么用制度而不是个人感情来管理一个前所未有的庞大国家。这些问题嬴政想了很久，一直没找到完美的答案。然后他读到了韩非的文章，发现这个人不但把所有问题都想到了，而且给出了一套极其完整、极其冷静、极其实用的解决方案。嬴政感觉自己遇到了知己，一个在思想上的知己。但这句话传到另一个人耳朵里的时候，效果完全不同。李斯听到嬴政这么说的那一刻，心里一定翻起了巨浪。他在嬴政身边经营了这么久，一步步从吕不韦的门客变成秦王的心腹，好不容易站稳了脚跟，忽然发现自己的老同学可能随时会从天而降，直接占走他最重要的位置。而且不是靠关系，不是靠手段，而是靠嬴政发自内心的欣赏和渴望。这种威胁比任何政敌都可怕，因为你没法对付他。你可以跟一个政客斗心机，但你没法跟一个天才斗才华。李斯太了解韩非了，他们一起在荀子门下读了那么久的书，他比任何人都清楚韩非的脑子有多好用。如果韩非真的来到秦国，如果嬴政真的像他说的那样倾心相待，那韩非会在极短的时间内取代他李斯的位置。嬴政要的是一个能帮他设计帝国蓝图的人。在这件事上，李斯知道自己跟韩非的差距有多大。当年在课堂上低下头的感觉又回来了，而且比当年更沉重。因为这一次赌注不是成绩，是前途，是权力，是身家性命。但李斯毕竟是李斯，他没有慌张，没有冲动，他做了他最擅长的事情，等。他不动声色地继续做他的工作，继续在嬴政面前表现出忠诚和能干。他知道韩非现在还在韩国，还没有来秦国，一切还没有发生。他需要时间想清楚，如果韩非真的来了，他该怎么办？这是李斯和韩非最大的区别。韩非遇到问题会去思考道理，李斯遇到问题会去思考对策。道理是死的，对策是活的。道理可以写在书上流传千年，但在当下这一刻，能救你命的只有对策。嬴政说完那句话之后，做了一件事，他下令攻打韩国。当然，攻打韩国不是单纯为了把韩非弄来，秦国本来就有蚕食韩国的战略计划，但嬴政加速了这个进程。他想给韩国足够的压力，让韩国不得不做出回应。他要见韩非，用什么方式不重要，但一定要见到。一个帝王想要一个人，那个人就跑不掉。韩非还坐在韩国的书房里，不知道一张巨大的网已经朝他罩了下来。秦国的军队压过来了，韩国朝堂上一片慌乱，大臣们吵成一团，有人说打，有人说降，有人说割地求和。但谁都知道打是打不过的，韩国那点家底跟秦国比，就像拿鸡蛋碰石头。投降也不甘心，毕竟好歹也是一个延续了几百年的国家，就这么跪下来实在太难看。最后有人提了一个主意，派使者去谈判，争取缓一缓。至于派谁去，大家几乎同时想到了一个名字，就是韩非。这个选择非常讽刺。韩非这些年给韩王上了多少次书，提了多少条建议，每一次都被无视。
现在国家快完了，忽然想起来有这么一个人，觉得他有本事，可以去跟秦国谈一谈，早干嘛去了？当初你要是听他的话改革，韩国至于沦落到这步田地吗？但历史就是这样，他不讲公平，只讲时机，而时机已经全部错过了。但是韩非最后还是接受了这个任务，他为什么接受？这个问题值得想一想。他完全可以拒绝，可以说你们当初不听我的，现在凭什么让我去收拾烂摊子？但他没有。韩非心里大概还存着最后一点希望，不是对韩王的希望，而是对韩国这个国家的希望。他想，也许我到了秦国，可以说服嬴政放韩国一条生路。他甚至可能还有另一层想法，嬴政不是很欣赏我的文章吗？也许我可以利用这一点，用我的思想去打动他，让他对韩国网开一面。这个想法不能说完全天真，但确实低估了嬴政。嬴政欣赏韩非的思想，不代表嬴政会因为个人感情改变国家战略。嬴政是那种可以一边真心喜欢一个人，一边毫不犹豫地利用他的人。在嬴政的世界里，感情和利益从来不在同一个天平上，他们各走各的路，互不干扰。韩非是思想家，他习惯在理论世界里找到逻辑自洽的答案，但权力的世界不讲逻辑，他讲力量。韩非踏上了去咸阳的路，这条路他从来没走过，但他的文章早就替他走了一遍。他不知道的是，在咸阳城里有一个人比他自己还紧张，那个人就是李斯。李斯一直在等这一天，又一直在怕这一天。等是因为他知道嬴政迟早会想办法把韩非弄来，这是躲不掉的。怕是因为韩非一旦到了咸阳，一切变数都可能发生。李斯这些年在秦国建立的一切，可能在韩非开口说第一句话之后就全部归零。韩非到达咸阳的时候，嬴政是怎么接待他的？史书没有详细记载，但我们可以推断，嬴政一定给了他相当高的礼遇。毕竟这是一个让嬴政说出死不恨意的人，嬴政不可能冷淡地对待他。韩非可能跟嬴政面对面谈了话，把自己的治国理念当面陈述了一遍。以韩非的才华，这番陈述一定是精彩绝伦的。但有一个问题，韩非口吃，他写文章可以字字珠玑，但当面说话，那些精彩的思想经过他的嘴巴出来，效果要打不少折扣。嬴政读他的文章是一种震撼，听他说话可能是另一种感受。不过这还不是最关键的问题，最关键的问题是，韩非来秦国的身份是韩国的使者，他是来替韩国说话的，不是来投奔秦国的。他在跟嬴政谈话的时候，核心目的是保全韩国，而嬴政的核心目的是吞掉韩国。这两个目的从根本上就是冲突的。嬴政再欣赏韩非，也不可能因为欣赏他就放弃灭韩的计划。韩非大概在到达咸阳之后不久就意识到了这一点，他发现自己走进了一个非常尴尬的处境。他既不能背叛韩国投靠秦国，那样他就不是韩非了，他也没有办法真正说服嬴政改变战略，因为灭六国是秦国的国策，不是嬴政一个人拍脑袋的决定。他被卡住了，进退两难，像一只飞进了玻璃瓶的鸟，看得见外面的天空，却怎么也飞不出去。而就在他被卡住的这段时间里，李斯出手了。李斯等的就是这个时机。韩非刚到咸阳的时候，嬴政对他的热情还很高，那个时候动手太早，容易引起嬴政的反感。但随着时间推移，嬴政慢慢发现韩非的立场跟自己对不上，那种最初的狂热开始降温。就在这个微妙的窗口期，李斯写了一封信，递到了嬴政的案头。这封信后来被很多人称为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举报信之一。它的厉害之处在于，通篇没有一句脏话，没有一句情绪化的攻击，甚至没有一句明显的谎言。李斯用的是最冷静、最理性、最无懈可击的逻辑。他是这么写的：
大王啊，韩非是韩国的贵族公子，他的根在韩国，他的心也在韩国。您现在想吞并天下，韩国是必须灭掉的。韩非这个人再有才华，他最终维护的一定是韩国的利益，不可能是秦国的利益。您留他在身边，用他，他会想办法替韩国谋出路；您不用他，放他回去，他就等于一个了解了秦国内部情况的敌国人才，回去之后会成为秦国的麻烦。留也不是，放也不是，那该怎么办呢？李斯没有直接说杀了他，他不需要说的这么直白，他只需要把这个逻辑链条摆出来，让嬴政自己得出那个结论，这就是李斯最高明的地方。他从来不替嬴政做决定，他只负责把所有的路都堵死，只留一条路给嬴政走，而那条路恰好是李斯想让他走的。我们来仔细看一下这封信的逻辑。首先，韩非是韩国人，这是事实。其次，韩非来秦国的目的是保韩国，这也是事实。然后，秦国的国策是灭6国，但要留一个心。韩国的人才在身边是隐患，这个推论听起来也合理，每一步都没有问题，每一步都站得住脚。但如果你把整个逻辑链拆开来看，你会发现一个被巧妙隐藏的前提，那就是李斯把韩非定义成了一个永远不可能被秦国所用的人。这个前提是真的吗？未必。历史上有无数人离开故国投奔他国，最终死心塌地为新主效力。商鞅是魏国人，张仪是魏国人，范雎也是魏国人，他们都在秦国干得很好，没有人怀疑他们的忠诚。韩非为什么就不行呢？但李斯不给嬴政想这些的机会，他在信里反复强调韩非的韩国贵族身份，把这个身份变成了一个解不开的死结。你是韩国王室的人，你的血液里流的就是韩国的血，不管你说什么做什么，你的屁股永远坐在韩国那边。这套话术在今天听起来可能觉得有点粗暴，但在那个年代它是非常有杀伤力的。因为嬴政本身就是一个极度多疑的人，他对身边所有人都保持着高度的警惕。李斯这封信做的事情不是创造嬴政的疑心，而是激活他。那份疑心一直都在，只是被对韩非才华的欣赏暂时压住了。李斯要做的就是把压在上面的那层欣赏轻轻掀开，让底下的疑心重新冒出来。这封信里还有一层更深的算计，李斯表面上是在替嬴政分析利弊，实际上他是在给嬴政一个台阶。嬴政之前那么高调地表达过对韩非的欣赏，如果现在直接翻脸，面子上过不去。但如果有一个大臣站出来指出韩非的危险性，那嬴政就可以顺着这个理由下台阶。不是我不欣赏他，是形势不允许我留他。李斯连嬴政的面子问题都替他考虑好了，这种周到简直让人脊背发凉。更让人寒心的是，李斯写这封信的时候一定想到过兰陵的日子。他一定记得荀子的课堂，记得韩非坐在他旁边皱着眉头思考的样子，记得他们一起讨论过的那些治国理想，但他还是写了。在权力面前，回忆不值钱，同窗之情不值钱，唯一值钱的是你能不能保住自己的位置。那颗在兰陵埋下的种子，在这一刻彻底破土而出，长成了一棵足以遮天蔽日的独树。嬴政读完李斯的信，沉默了多久我们不知道，但他做出了决定，韩非被下狱了，没有公开审判，没有当面对质，没有任何辩解的机会。一个让秦王说出死不恨矣的思想家，一个写出了战国时代最伟大政治哲学著作的天才，就这样被扔进了咸阳的监狱里。从座上宾到阶下囚，中间甚至没有一个像样的过渡。韩非大概完全没有预料到这个结局，他以为自己面对的最坏情况不过是谈判失败被送回韩国。他低估了这场博弈里的暗流，更低估了那个他可能已经很多年没见过的老同学。
韩非这辈子研究的就是权力和人性，他在书里把君臣之间的猜忌和博弈分析得透透的。他写过大臣怎么蒙蔽君主，写过君主怎么防范大臣，写过权力场上那些见不得光的手段，但轮到自己身上，他全部失灵了。这就好比一个写了一辈子游泳教材的人，真正被丢进水里的时候，发现自己根本不会游泳。在狱中，韩非试图做最后的挣扎，他写了一篇上书，想直接递给嬴政，为自己辩解，但这篇上书根本没有送到嬴政手里。为什么？因为中间的通道被堵死了。李斯不会犯这种低级错误，他既然出了手，就不会留下任何反转的可能。韩非的文字是他最强大的武器，李斯要做的就是确保这个武器永远没有机会再发射一次。你可以是天下第一的文章高手，但如果你的文章送不到该看的人面前，那它就只是一堆没用的竹简。关于韩非在狱中的日子，史书记载的极少，我们不知道他在那间牢房里待了多久，不知道他有没有继续写东西，不知道他有没有想过李斯。但我们可以想象一个场景，一个满脑子治国方略的人，坐在一间暗无天日的囚室里，身边没有笔，没有竹简，没有任何可以倾诉思想的工具。对于韩非这样的人来说，不能写作可能比不能自由更痛苦。他的大脑里装着那么多东西，关于权力的本质，关于人性的弱点，关于制度的设计，这些东西在他脑子里翻来覆去，找不到出口。那种感觉大概就像一场内部的洪水，水位越来越高，却没有一个泄洪口。更残忍的是，韩非在狱中一定反复回想过自己的处境，然后发现一切早就写在他自己的书里了。他在《说难》里写过，给君主进言是天底下最危险的事情。你说的话如果太聪明，君主会觉得你在炫耀，会记恨你；你说的话如果触及了他的隐私或弱点，他会想灭你的口。你跟他关系好的时候，说什么都对；跟他关系一旦变了，你之前说的每一句话都会变成罪证。这篇文章简直就是韩非自己命运的剧本，一个字都不用改。咸阳的监狱关过很多人，死过很多人，但从来没有关过一个这样的囚犯。这个囚犯的脑袋里装着的东西，足以影响此后2000年的中国政治。法家思想后来成为中国历朝历代统治者的核心工具，虽然嘴上说着儒家，手里玩的全是法家那一套。而这套东西最完整、最深刻的表达者，此刻就坐在一间狱中，等待着一个他已经隐隐预感到的结局。他不知道的是，这个结局来得比他想象的更快，也更安静。没有刀光，没有血腥的场面，只是一杯药，一杯安安静静的毒药，正在被一双老朋友的手慢慢送过来。毒药是李斯派人送进去的，我们不知道送药的人是谁，是一个狱卒，还是一个专门被安排的心腹。史书没有交代这些细节，我们只知道结果。韩非在狱中服毒死了，一个战国时代最顶尖的头脑就这样熄灭在咸阳一间不见天日的牢房里。没有遗言被记录下来，没有最后的文章流逝，什么都没有，就好像有人吹灭了一盏灯，然后整个房间归于黑暗。韩非死前想的是什么？这个问题没有人能回答，但我们可以猜，他可能想到了韩国，那个他拼尽全力想要拯救的国家。他可能想到了荀子，想到了兰陵那些读书的日子，想到了在课堂上思考学问时那种纯粹的快乐。他也可能想到了李斯。如果他想到了李斯，他心里会是什么感觉？愤怒、悲凉，还是一种奇怪的释然？因为他在自己的书里早就把这一切分析得清清楚楚。人性就是这样的，权力就是这样的，他只是从旁观者变成了亲历者而已。
最讽刺的部分还在后面，嬴政后悔了。他下令把韩非关进监狱的时候，可能并没有想过要直接杀他，或者说他还没想好到底怎么处理。嬴政这个人虽然多疑，但他不是一个草率的人，他做重大决定通常会反复权衡。也许他只是想先把韩非关起来，冷处理一段时间，等局势明朗了再说。但李斯不给他这个时间。李斯太了解嬴政了，他知道嬴政对韩非的欣赏是真实的。如果时间拖久了，嬴政很可能改变主意，把韩非放出来重新重用，那对李斯来说就是灾难。所以他必须在嬴政回心转意之前，把事情做成既成事实。等到嬴政终于决定赦免韩非，派人去狱中传旨的时候，韩非已经死了。那一刻，嬴政心里是什么滋味？史书用了一个很克制的词，叫悔，就一个字，但这个字背后藏着多少东西？他可能突然意识到自己被人推着走了一步不该走的棋，但这步棋已经无法收回。他也可能在那一瞬间明白了，李斯给他的那封信没有一句假话，但也没有一句真心话。每一个理由都是对的，但整件事情是错的。嬴政有没有追究李斯的责任？没有，这一点很耐人寻味。按理说，嬴政完全可以怪李斯操之过急，甚至怪他越权，但嬴政什么都没做。这个原因可能有很多，也许他不想承认自己被臣子操控了，那太丢脸。也许他在冷静之后重新审视了李斯的逻辑，觉得韩非确实不能留。也许他只是不想为一个已经死了的人去处罚一个活着的正在替他干活的人。不管哪个原因，结果是一样的。李斯安然无恙，继续做他的官，继续往上爬。这件事给李斯传递了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他发现，只要你做的事情在逻辑上说得通，只要你给了嬴政足够的台阶，只要最终结果对秦国没有明显的坏处，你就可以在嬴政的眼皮底下做很多事情而不受惩罚。这个发现让李斯的胆子越来越大，也让他对权力的理解越来越偏。他开始相信，只要手段够聪明，就没有什么是不可以做的。这种信念在后来的岁月里继续膨胀，一直膨胀到沙丘那个决定性的夜晚，彻底把他自己炸得粉碎。韩非死了，这件事儿在当时的咸阳没有激起太大的波澜。一个韩国来的使者死在了秦国的监狱里，在那个每天都在打仗死人的年代，不算什么大新闻。但2000多年后回头去看，你会发现这是一个巨大的转折点，不是政治上的转折，而是思想上的。韩非的死意味着法家思想失去了他最有创造力的头脑，后来的法家再也没有出过一个能跟韩非比肩的思想家。秦帝国后来使用的那套制度，骨架是韩非设计的，但韩非已经不在了，没有人能根据实际情况去修正和调整它。一套没有设计师维护的系统，迟早会出问题。而他出的那个问题，大到足以埋葬整个帝国。韩非死后，李斯面前的路一下子变得无比开阔，那个唯一可能在才华上压过他的人消失了，整个秦国的政治舞台上再也没有谁能威胁到他的位置。接下来的10几年是李斯人生中最辉煌的时期，辉煌到后来的史学家回头去看，都不得不承认，这个人确实做了一些了不起的事情。秦国统一6国的过程中，李斯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他不是在战场上冲锋陷阵的将军，他是在幕后制定战略，拉拢分化，瓦解敌人的谋士。灭6国这件事，表面上看是秦国军队太猛，实际上背后是一整套精密的政治操作。该打的时候打，该拉的时候拉，该用间谍的时候用间谍，该收买对方大臣的时候毫不手软。这套操作的总设计师之一就是李斯，他干得很漂亮，嬴政对他的信任也越来越深。公元前221年，秦灭6国，天下一统，
嬴政给自己取了一个前无古人的称号——始皇帝。一个全新的帝国诞生了，而这个帝国需要一套全新的制度来管理。之前的周朝用的是分封制，天子把土地分给诸侯，诸侯再往下分，结果分着分着天子就管不了了，诸侯各自为政，最后打成一团，打了几百年。嬴政不想重蹈覆辙，他要一种完全不同的制度。这时候朝堂上发生了一场大辩论，有人主张继续搞分封，有人主张搞一种新的东西。李斯坚定地站在了新制度这一边，他提出了郡县制，全国不再分封给贵族，而是划分成郡和县，由中央直接任命官员去管理，官员不能世袭，干不好随时撤换。这套制度的核心思想是什么？是中央集权，是所有的权力都集中到皇帝一个人手里。嬴政采纳了李斯的方案，郡县制从此成为中国2000多年政治制度的基石，一直延续到今天。虽然名字变了很多次，但骨架没变。这是李斯对中国历史最大的贡献，大到你没法忽视，不管你怎么评价他的人品。但李斯干的事远不止这一件。统一之后，全国各地用的文字不一样，度量衡不一样，车轮的宽度不一样，连路的宽窄都不一样。你从咸阳寄一封信到齐国故地，对方可能根本看不懂你写的字。你在秦地买一斤肉，到了楚地一称，分量完全对不上。这种混乱对于一个统一的帝国来说是致命的，因为它意味着政令无法有效传达，经济无法正常流通。李斯主持了一场规模浩大的标准化运动，书同文，把全国的文字统一成小篆；车同轨，把车轮的宽度统一起来，这样全国的道路就可以按一个标准修。统一度量衡，让全国的尺寸、重量、容量用同一套标准。这些事情听起来枯燥，但他们的影响力比任何一场战争都深远。站在这个时间点上的李斯已经是帝国的丞相，真正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他拥有了他当年站在粮仓门口时梦想的一切，权力、财富、地位、尊荣全部到手了。他的儿子们娶的是秦国公主，他的女儿们嫁的是秦国皇室子弟，李家跟黄家已经绑在了一起。有一次，他的大儿子在家里办宴席，门口停的马车多到堵了整条街。李斯站在门口看着这个场面，忽然叹了一口气。他想起了荀子曾经说过的一句话，大意是物极必反，无论什么东西到了顶点时就该往下走了。他说，我一个上菜的穷小子居然走到了今天这一步，但是到了这个位置，接下来还能往哪里走呢？这声叹息非常不响，一个人在最得意的时候忽然涌起不安，通常不是没有原因的。李斯隐隐感觉到了什么，但他没有停下来，他已经停不下来了。粮仓里的老鼠一旦吃习惯了好粮食，你让它走它也不会走，它会一直吃一直吃，直到粮仓的主人拿着棍子走过来。公元前210年，秦始皇最后一次出巡，这一次他带上了李斯，还带上了一个人，赵高。赵高这个名字后面我们会反复提到。他是秦始皇身边的中车府令，管车马出行的，同时也是秦始皇小儿子胡亥的老师。这个人极其聪明，极其隐忍，也极其危险，但在当时几乎没有人把他当回事儿。一个管车的太监能翻出什么浪？巡游的队伍走到沙丘这个地方的时候，秦始皇病了，而且不是小病，是要命的那种。嬴政这个人一辈子追求长生不老，派人出海找仙药，吃各种乱七八糟的丹药，身体其实早就被折腾得不行了。他大概自己也感觉到了这一次撑不过去，于是做了一件事，写了一封诏书，让人送给在北方边境带兵的大儿子扶苏，叫他赶紧回咸阳主持丧事，
意思很明确，皇位给扶苏。这封诏书写好了，盖了印之后，交给赵高保管，然后嬴政就死了。嬴政死在了沙丘行宫里，消息没有公开，因为当时在外面巡游，如果皇帝驾崩的消息传出去，天下很可能立刻大乱。李斯做了一个决定，秘不发丧，假装皇帝还活着，车队照常行进。他们在嬴政的车里放了一车鲍鱼，用这个鱼的臭味来盖住尸体腐烂的味道。车队继续走，沿途的官员照常迎接，谁也不知道他们跪拜的那辆车里坐的已经不是一个活人了。就在这段诡异的旅途中，赵高找到了李斯。赵高手里捏着那封没有发出去的诏书，他对李斯说了一番话，这番话彻底改变了李斯的命运，也改变了整个帝国的命运。赵高说：“丞相，诏书在我手里，扶苏还不知道先帝已经驾崩了。现在我们有2个选择。第一个选择，按照先帝的遗愿，把诏书发给扶苏，让扶苏继位。但是你想过没有，扶苏跟你不是一路人。扶苏推崇儒家，他上台之后第一件事大概就是换掉你，重用那些跟他理念一致的人。你李斯这些年的功劳，那在新皇帝面前可是一文不值的啊。第二个选择，我们改掉诏书，让胡亥继位。胡亥是我的学生，他听我的话，将来也会听你的话。你继续做你的丞相，你的权力、你的地位、你的家族全部保得住。李斯听完这番话，一开始是拒绝的，他说了一些大义凛然的话，说我是大秦的丞相，不能做这种事，这是亡国之举。赵高不急，他一点一点的加码，一层一层的拨开李斯的心理防线。他问李斯：“你觉得你的才能比得上蒙恬吗？蒙恬是扶苏最信任的将领，扶苏上台之后，丞相的位子十有八九是蒙恬的，轮不到你。”他又问李斯：“你想想你现在拥有的一切，你的儿子娶了公主，你的女儿嫁了皇子，你家门口的马车多到堵街，这些东西你舍得放手吗？你愿意从丞相的位子上下来，回到上蔡去做一个普通老百姓吗？啊，愿意吗？”每一句话都扎在李斯最痛的地方。赵高太了解李斯了，李斯这个人的弱点是什么？就是他当年在粮仓门口悟出的那个道理。他这辈子最怕的事情不是死，而是回到厕所里当那只又脏又瘦的老鼠。他可以承受危险，可以承受辛苦，但他无法承受从顶端掉下去。那种从云端跌回泥里的恐惧，比死亡更让他窒息。李斯犹豫了很久，史书说他仰天而叹，垂泪太息。他知道答应赵高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背叛先帝，意味着把帝国交到一个不靠谱的人手里，意味着走上一条不归路。但他也知道，如果拒绝赵高，那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失去一切，失去他用大半辈子换来的一切。最后他选择了答应，这是他一生中第2个致命的选择。第1个致命的选择则是他写的那封举报信。2个选择隔了这么多年，但内核完全一样。为了保住自己的位置，牺牲别的人。上一次牺牲的是同学，这一次牺牲的是一个帝国。诏书被改了，扶苏接到的不是让他回来继位的旨意，而是一封赐死的命令。扶苏这个人太实诚了，接到假诏书之后没有怀疑，直接自杀了。蒙恬觉得不对劲，想要核实，但已经来不及了。胡亥顺利登上了皇位，成了秦2世，而李斯继续做他的丞相。粮仓保住了，至少他是这么以为的。李斯很快就发现，他保住的不是粮仓，而是一个陷阱。胡亥当了皇帝之后，完全不是李斯想象中那个听话的傀儡。胡亥确实没什么主见，
但这恰恰让事情变得更糟，因为没有主见的皇帝身边一定会站着一个有主见的人，那个人不是李斯，是赵高。赵高比李斯更早看清了一件事，胡亥这个人只想享乐，不想管事。你跟他讲天下大事，他不听；你跟他讲吃喝玩乐，他两眼放光。赵高完美地利用了这一点，他把自己变成了胡亥和整个朝廷之间的唯一通道。所有的信息都经过赵高过滤之后，才能到达胡亥的耳朵里。所有的决策也都经过赵高的嘴才能传达下去。赵高实际上变成了影子皇帝，而胡亥只是一个盖章的工具。李斯这时候才意识到自己犯了多大的错误，他以为自己跟赵高是合伙人，沙丘那个夜晚他们是站在同一条船上的，但赵高从来不这么想。在赵高眼里，李斯只是他篡改遗诏时需要的一枚棋子，一旦棋子完成了他的使命，就可以扔掉了。赵高现在要的是独揽大权，而李斯这个丞相恰恰是他面前最大的障碍。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像极了当年李斯对韩非做的事儿。赵高开始在胡亥面前说李斯的坏话，不是那种粗糙的诋毁，而是李斯式的精密算计。他一点一点地在胡亥心里种下怀疑的种子。他告诉胡亥，李斯的权力太大了，他的儿子在外面当郡守，手握兵权，他的家族跟各地的势力都有来往。天下已经开始乱了，陈胜吴广的起义，烽火到处在烧，谁知道李斯是不是在暗中盘算什么？赵高的话术跟当年李斯写给嬴政的那封信如出一辙，没有明确的指控，没有确凿的证据，只有一个看起来无懈可击的逻辑链条，然后把所有的路堵死，只留一个结论给皇帝。李斯终于尝到了韩非当年的滋味，他想见胡亥当面解释，赵高那肯定不让啊。他写奏章替自己辩解，赵高直接把奏章截下来。他想在朝堂上公开说话，赵高安排了一群人把他的声音淹没。所有韩非在咸阳监狱里经历过的绝望，李斯一样不少地重新经历了一遍。他被困住了，就像一只掉进自己挖的坑里的动物，越挣扎陷得越深。赵高给李斯安的罪名是谋反，谋反这顶帽子在任何朝代都是最重的，一旦扣上去，基本没有翻身的可能。李斯当然没有谋反，他连反心都没有，他只想保住自己的丞相位子，安安稳稳地过日子。但赵高不需要他真的谋反，赵高只需要胡亥相信他在谋反就够了。事实是什么不重要，皇帝相信什么才重要。这个道理韩非在书里写过，李斯在信里用过，现在赵高呢，把它用在了李斯的身上。李斯被捕了，堂堂帝国丞相一夜之间变成了阶下囚，他被关进了监狱，被严刑拷打，被逼着承认自己谋反。打到后来，李斯认了，不是因为他真的谋反了，而是因为他实在扛不住了。他以为只要先认下来，总会有机会翻案，总会有人替他说话，但他错了。这个帝国里已经没有人敢替他说话了，因为替他说话的人也会被赵高盯上，每个人都在自保，每个人都假装看不见正在发生的事情。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个场景跟当年韩非的遭遇有多么相似？一个有才华的人，被一个更懂得玩弄权术的人构陷，被关进监狱，切断了跟最高权力者的联系，连自辩的机会都没有。不同的是，当年操盘的人是李斯，现在被操盘的人也是李斯。命运用最精确的手法，把同一套剧本原封不动地重演了一遍，只是交换了角色。如果韩非在天有灵，看到这一幕，不知道他会叹息还是会沉默。公元前208年，咸阳的刑场上，李斯被押了出来，判决是腰斩，就是从腰部把人切成2半。在这之前，他还要先受其他刑罚，
脸上刺字，割掉鼻子，砍掉双脚，然后才是最后那一刀。这是秦律里最重的刑罚组合，叫巨五刑，专门用来对付最严重的罪犯。一个制定了秦律很多条款的人，最后被自己参与建造的这套法律系统判了最极端的刑。行刑那天，李斯的二儿子也在，不是来送行的，是一起被判了死刑的。谋反弑族罪，李斯一个人倒了，整个家族都要跟着陪葬。三族、父族、母族、妻族全部处死。那些娶了公主的儿子，嫁了皇子的女儿，门口马车堵街的排场，全部化为乌有。当年李斯站在儿子家门口叹气的时候，大概做梦也想不到，这就是那声叹息的答案。在被推向刑场的路上，李斯转头看了一眼身边的二儿子，他说了一句话，这句话后来成了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遗言之一。他说：“我多想再跟你一起牵着咱们家那条黄狗，从上蔡的东门出去追兔子啊，可是再也不可能了。”就这么简单的一句话，没有豪言壮语，没有怨天尤人，没有悔恨的长篇大论，只是一个老父亲在生命的最后几分钟里，想起了年轻时候最普通的一个画面，牵着狗出了城门，在田野里追兔子。这个画面太轻了，轻到跟他后来经历的一切完全不成比例。灭六国，当丞相，书同文，车同轨，改遗诏，杀同窗，每一件事情都重如泰山。但在临死的那一刻，他脑子里浮现的不是那些惊天动地的大事，而是上蔡东门外的一片田野，一条黄狗和一个无忧无虑的下午。人这辈子拼命追逐的那些东西，权力、地位、财富、安全感，到了最后一刻全部褪色，剩下的只有最朴素的记忆。那些记忆里没有朝堂，没有诏书，没有毒药，只有阳光、泥土和狗的叫声。说完这句话，父子二人相对而泣，然后刑罚执行了，李斯死了，他的二儿子也死了，他们全家都死了。咸阳的街道上血流了一地，围观的人群渐渐散去，留下的只是一个被清扫干净的刑场和一段即将被记入史册的往事。李斯从一只厕所里的老鼠起步，拼了一辈子，终于爬进了天下最大的粮仓。他在那个粮仓里享受了10几年好日子，然后粮仓的新主人把他揪了出来，用最残酷的方式碾碎了他。他的人生轨迹画了一个完美的抛物线，前半段一路向上，后半段加速坠落，起点和终点几乎在同一个高度，都在最底层。唯一的区别是，起点的那只老鼠还活着，终点的这只老鼠已经被碾成了齑粉。赵高在除掉李斯之后，彻底掌控了秦帝国的权力。他后来做了一件非常有名的事情，指鹿为马。他牵了一头鹿到朝堂上，告诉胡亥这是一匹马，然后看谁敢说不是。敢说真话的人全部被他记下来，事后一个一个清除。整个朝廷从此再也没有人敢说一句真话，帝国彻底成了一个聋子和瞎子。但赵高自己的下场也没好到哪里去，他后来杀了胡亥，又被秦王子婴设计杀掉了。再之后，刘邦的军队攻入咸阳，秦帝国灭亡。从秦始皇死到秦帝国灭亡，前后不到3年，李斯在沙丘那个夜晚做出的选择，就像推倒了第一块多米诺骨牌，后面的一切依次倒下，没有一块能幸免。现在让我们把时间拉回到最开始的时候，回到兰陵那间学堂里，2个年轻人坐在同一间教室，听同一个老师讲课。一个是韩国贵族公子，满脑子思想，一张嘴话却说不利索；一个是楚国穷小子，学问比不过同桌。
一颗心却比谁都野。他们从同一个起点出发，走向完全不同的方向，又在咸阳这个地方交汇了一次，然后一前一后的死去。韩非死于公元前233年，李斯死于公元前208年，中间隔了25年。25年刚好是一个人从青年走到中年的距离。韩非死于什么？表面上看，他死于李斯的举报信，死于嬴政的多疑，死于那杯送进牢房的毒药。但如果再往深了看，他死于一种更根本的矛盾。他是一个思想家，却被扔进了一个只认权力的世界。他把人性研究得那么透，把权术分析得那么精，但他自己不玩那套东西，他不屑于玩，也不擅长玩。他相信好的理论自己会说话，好的制度自己会被采纳。但现实世界不是这样运转的。在现实世界里，再好的理论也需要有人去推销，再好的制度也需要有人去执行。而推销和执行靠的不是才华，是手段。韩非有才华，没有手段，所以他输了。李斯死于什么？表面上看，他死于赵高的构陷，死于胡亥的昏庸，死于沙丘之变那个错误的选择。但如果再往深了看，他死于他自己的人生哲学。粮仓里的老鼠，这个比喻伴随了他一辈子，也毁了他一辈子。他太害怕失去位置了，害怕到可以牺牲同窗，可以篡改遗诏，可以跟魔鬼做交易。每一次选择的时候，他都选了那个能保住自己位置的选项，结果每一次选择都把他推向更危险的深渊。他以为自己一直在往上爬，实际上他一直在给自己挖坑。等到坑挖得足够深的时候，他掉了下去，再也爬不上来。这两个人的故事放在一起看，像一面镜子的两面。韩非代表了一种人生态度：我有才华，我有理想，我相信道理的力量，我不愿意为了生存去扭曲自己。这种态度很高贵，但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很脆弱。李斯代表了另一种人生态度：我要赢，我要站在最高的地方，为此我愿意付出任何代价。这种态度很实际，但走到极端就会吞噬一切，包括他自己。两种态度都不完美，两种人生都以悲剧结尾。最让人唏嘘的是，他们学的是同一套东西。荀子教给他们的核心观点是人性本恶，所以需要用制度和规矩来约束。韩非把这套理论发展成了法家思想的最高峰，写出了如何用法、术、势来治理国家。李斯把这套理论用在了实践中，帮助建立了中国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帝国。但他们两个人都忽略了同一个问题：制度可以约束别人，谁来约束制度的制定者？法可以管普通人，谁来管那个执法的人？韩非设计了一套精密的权力机器，结果自己被这台机器碾碎了。李斯操控了这台机器大半辈子，最后也被同一台机器吞没了。荀子如果活着看到这一切，不知道会作何感想。他教出了两个最优秀的学生，一个成了思想史上的巨人，一个成了政治史上的枭雄，但他们的结局都是身败名裂，死无全尸。这是老师的失败，还是时代的失败？也许都不是，也许这就是人性本身的悲剧。荀子说人性本恶，他的两个学生用各自的一生证明了这一点，也用各自的死亡为这句话写下了最沉重的注脚。那封举报信毁掉了韩非的命，也启动了李斯自我毁灭的倒计时。一个人对另一个人做过的事，终究会以某种方式回到自己身上。这不是什么神秘的因果报应，而是权力世界最朴素的运行规律。你用来对付别人的工具，迟早会被别人用来对付你。2000多年过去了，兰陵的学堂早就不在了，
咸阳的宫殿也只剩下了地基，但那2个年轻人的故事还在被人讲起，一遍又一遍。也许是因为我们每个人心里都住着一个韩非和一个李斯。韩非是我们的理想，是我们相信道理终会被听见的那部分自己。李斯是我们的恐惧，是我们害怕被淘汰、害怕失去一切的那部分自己。这2部分永远在拉扯，永远分不出胜负。窗外不知道是什么天气，但希望你听完之后心里是安静的。有些故事不需要答案，只需要你记得。祝各位好梦好运，晚安。